敢劫我的船，我就不讓你過好聖誕。12月20日，美國海軍劫持了中國的世紀號郵輪，但沒想到5天後，報復就以一種極具衝擊力的方式來了。中國港口的一艘武裝商船高調曝光，直接把美國戰區網站都看懵了。上面60個大型集裝箱式垂發單元密密麻麻排開，再加上相控陣雷達、近防炮等硬核配置，武德直接拉滿。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近日，美國戰區網站對中國港口出現的一艘武裝商船進行了報道。從美媒報道中的照片上來看，這艘武裝商船可以說是武德充沛。它的尾船安裝有大型相控陣雷達、366超視距雷達和定位站，船體中部塞了60個集裝箱式大型垂發單元，船頭安裝了一部1130近防炮和726右耳彈發射裝置，看起來相當唬人。說它是商船吧，武裝程度比不少会舰都高；說是軍船吧，又長着一副貨輪的身子骨。難怪美媒要抓着不放，而且這艘船出現的時間也很有意思。要知道，前幾天，也就是2025年12月20日，美國海岸警衛隊動用 MH-60T 直升機在加勒比海國際水域對懸掛巴拿馬旗幟的中國世紀號郵輪實施武裝登船，把船劫持到了美國。然後12月25日就曝光了這麼一艘怪船，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再往前11月份，在印度洋斯里蘭卡附近還有一艘中國的船，也是被美國人登船檢查。包括很久之前的銀河號事件，中國作為一個進出口貨運量極其龐大的工業大國，對於船隊的保護其實一直沒有高效解決的辦法。和平時期還好，萬一真的開啟新賽季，這就非常棘手。可能有人會說，海軍天天下餃子，派軍艦護航就行了。但是根據2025年的數據統計，中國僅1000噸級以上的遠洋商船就將近14000艘，而且航運這個東西它是一直在跑的，每艘船都有每艘船的航線和日程，你不能每艘都派軍艦盯住吧？就算把10艘船組成一支船隊，然後派1艘軍艦護航，那也得1000多艘軍艦，海軍再怎麼下餃子也不夠啊。退一步說，就算只把控全球重點海域和重點航段，對海軍戰力的分散和維持成本也是巨大負擔。所以像二戰時盟軍對付德國潛艇那樣，把貨船改成武裝貨船，反而成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辦法。這些船平時混在普通商船裡，該拉貨拉貨，一點不耽誤掙錢。一旦遇到情況，集裝箱一打開，直接亮家伙投入使用，隱蔽性拉滿。也正因為如此，大家普遍覺得這艘武裝商船就是中國海軍搞的試驗船，目的是驗證貨輪改造成武裝商船的可行性。不過也有人疑問，會不會是海軍在驗證貨輪改武庫艦的可行性呢？所謂武庫艦，顧名思義就是海上移動的彈藥庫兼火力投射平台，專門用來輸送和發射軍火武器。但冷靜琢磨一下，用貨輪改武庫艦真的可行嗎？從圖片看，這艘武庫艦只有一座1130近防炮和幾具干擾彈發射器，防禦能力極其有限。如果要帶中遠程防空導彈，就得有火控雷達，但是武庫艦上沒有看到。當然，如果你要說垂發裡面全部塞東風鷹擊導彈，玩遠程打擊，不考慮近距離接敵的問題，也不是不行。但是這就得思考另一個問題，這種武庫艦用在哪裡？如果在近海發射，那用陸基導彈不就行了？成本更低，更安全。要是想使出遠海作戰，就他這毫無隱身能力，防禦幾乎為零，還跑不快的狀態，怎麼衝出島鏈？別說是實戰了，估計剛出門就成了活靶子。而且貨輪改裝成這模樣，成本也不低，60具垂發，60枚導彈，再加上配套的雷達和武器系統，算下來也是一筆巨款。成本高不說，使用場景還這麼受限，性價比實在太低。真要是想搞遠程火力投射平台，有比貨輪更好的選擇，比如直接用 052D 的船殼子，去掉一些複雜設備，成本能降下來不少，最起碼還有隱身和速度快這2個優點。要是覺得 052D 不夠裝，乾脆用055的船殼子，把相控陣雷達、
艦載指揮系統、艦炮、反潛系統這些昂貴的東西都去掉，連機庫也省了，全艦估計能塞144個垂發單元，那才叫真正的武德充沛，怎麼算都比拿貨輪改裝划得來。還有一個細節特別關鍵，這艘怪船的集裝箱上刷着一行標語：中華民族海洋振興與人類海洋命運共同體計劃。就這標語風格，怎麼看都不像是軍隊項目會用的，反而更偏向民用或公益屬性。所以小編更傾向於這船不是軍隊的項目，而是用集裝箱武器對民船進行改裝，讓它在戰時能具備一定的作戰能力，屬於民轉軍的探索。事實上，商船軍用、民船武用模塊化配置、移動式暴擊這種現代化超前式海戰模式，中國很早就開始設想，最早可追溯到銀河號事件發生之後，只不過彼時彼刻，中國純粹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咱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那段屈辱的銀河號事件。银河號是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旗下的一艘普通集裝箱貨輪。1993年7月7日，它從天津新港出發，執行前往中東地區的正常商務航運任務。船上裝載的都是文具、五金等普通貨物，毫無違禁品可言。事件的導火索發生在7月23日，美國當局僅憑所謂的確切情報，無端指控銀河號載有違禁化學武器原料，還聲稱這些原料計劃運往伊朗。美方甚至放出狠話，威脅如果中國不制止這一行為，將依法對中國實施制裁。從8月1日起，美國就派出軍艦和軍用飛機，對在公海上正常航行的銀河號實施近距離跟蹤、低空偵察和騷擾，同時以武力威脅禁止它駛向伊朗。到了8月3日，美方進一步提出武力要求，要麼命令貨輪返航，要麼允許美軍登船檢查。不僅如此，美方還向銀河號計劃停靠的港口所在國散布錯誤情報，刻意阻撓它進港卸貨。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中方不得已只能指示銀河號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公海拋錨待命。銀河號就這樣被迫在酷暑難耐的公海上漂泊了多日，船上船員很快面臨淡水和食物短缺的困境。但即便如此，船員們依然堅決拒絕了美方提供的補給，用行動捍衛了國家尊嚴。為了澄清真相，打破僵局，中方最終同意在第三方的參與下，對船上貨物進行全面檢查。從8月28日起，中國檢查組沙特阿拉伯代表以及以沙特技術顧問身份參與的美方專家，在沙特的達曼港對銀河號所載的全部貨物展開了為期約10天的徹底檢查。檢查結果一目了然，船上根本沒有美方指控的2種違禁化學品。9月4日，三方代表共同簽署了檢查報告，美方的無端指控被徹底戳穿。可令人氣憤的是，美國政府即便被迫接受了檢查結果，卻始終拒絕就這一事件向中國道歉。銀河號事件對中國而言無疑是奇恥大辱，它讓整個中國社會清醒地認識到弱國無外交的殘酷現實，也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發展獨立自主國防科技，打造強大海軍的決心。誰也沒想到，時隔30年，類似的屈辱事件再次重演，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中國的世紀號郵輪事件。根據報道，12月20日，美軍直接扣押了中國世紀號郵輪。要知道，這艘船懸掛的是巴拿馬國旗，船東是中國香港的一家公司，它的運輸行為完全合法合規，美方根本找不到任何正當扣押理由。與此同時，美軍也攔截了俄羅斯的海伯利安號郵輪，這艘船懸掛岡比亞國旗，與俄羅斯能源體系關係密切，且本身就在美國的制裁名單之上。隨後，特朗普直接宣布將中國香港的世紀號郵輪及其所在的180萬桶原油永久保留。截至12月27日，這艘郵輪仍未被釋放，而俄羅斯的海伯利安號郵輪卻被美軍順利放行，最終成功駛入委內瑞拉港口，完成了卸貨。扣押世紀號、放行俄羅斯郵輪，赤裸裸地暴露了美軍欺軟怕硬、精於算計的霸權本質。美方顯然是經過權衡後，刻意選擇了他們認為反應會更克制、軍事衝突風險更低的對象出手。說的簡單粗暴一點，美國就是覺得把俄羅斯惹毛了，戰鬥民族可能真會怒火中燒，直接就動起手來；但把中國惹毛了，中方大概率會一如既往地保持克制與理智，最多就是口誅筆伐一番，不會引發真正的戰爭風險。可美方似乎忘了，如今中國的軍事實力早已遠超俄羅斯，足以與美軍平起平坐。美方還想用這種過時的眼光看待中國，恐怕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